嗨，我是 Chen。嗨，我是 J。今天要来聊岛屿怪谈系列。那今天大家看到我手上有一盘鸡腿，那今天不是肉粽咯。你今天不吃肉粽咯？对啊，我们上次那个肉粽实在太可怕，换成鸡腿。好，我先把鸡腿一样先放着。我们今天呢要聊的是有一部电影叫《红衣小女孩》，大家有看过吗？有，而且它已经出了2部咯，而且还有1部外传。那里面呢有些内容其实我蛮好奇，所以我今天一样想要问 J。就是呢我在网络上有看到一些资料，红衣小女孩她的出现其实是在1988年的时候，有一家人出去玩，然后呢他们呢在V8 的录影机中爬山的时候，然后用 V8 录影机去拍摄他们游玩的影片。那回家的时候在播放，里面竟然有一个红衣小女孩穿着红衣的人在他们的背后。那结果呢他们放大一看，结果发现竟然那个脸孔竟然是一个老奶奶的脸。对。然后这时候因为他们这个是放在一个灵异的节目叫《神出鬼没》里面。对。那这时候你应该没看过来的，我没有看过，但是呢我有听过这个故事，但我真的没有看过这个神出鬼没的节目。但听说很轰动。对，听说当时就是大家热烈讨论，然后他们还有拿这个影片很多个那种拍影像记录的工作者询问说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对。结果他们都说，这看过电影这个影片，都说这应该是没有造假的状况。所以我觉得今天想问 J 说，那他这个红衣小女孩真的像电影里面一样是一个鬼魂吗？但是她看起来很老啊，大家都去叫她红衣小女孩，不是应该叫她红衣老女孩？好。对啊。那我们为什么明明样子像老人，我们要先来分红色？它其实里面是穿运动服，那是不是穿着一个正常应该是叫她穿着红色运动服的老奶奶鬼，对吗？对。好，理论上是这样。可是呢，为什么大家叫她红衣小女孩？好，那我们要知道的是她是谁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鬼，是不是上次有聊到嘛？就是人死后变成鬼。首先要稍微来厘清一个概念，什么是鬼呢？那也就是说人死后的灵魂体，然后我们称它叫做鬼，因为没有这个身体了嘛。可是在这个宇宙间，这么浩瀚的宇宙间呢，不是只有鬼魂的存在，是有很多的生物、植物们等等，都是有灵魂的存在。好，那所以说比如说我们是不是所谓的灵魂体，是不是也有天使啊，还有神佛啊，还有菩萨们？那这种呢，我们就称它为高灵，也就是说频率比我们高等的灵魂体。然后再来，这世间有各种万物嘛，动物啊、植物，它们也有灵魂体的存在哦，只是它们的存在跟我们的状态不太一样。它们的存在我们又在分什么呢？我们就分妖魔鬼怪这4种。好，妖魔鬼怪是什么呢？好，第一，我们说的妖就是动物死后变，例如你有听过什么狐妖啊？对，还有猴妖啊，对不对？这等等，还有猪妖啊，对不对？好，那这个叫做妖。那魔是什么呢？这里的魔讲的不是恶魔的魔，恶魔的魔我们专指的是像撒旦一样存在，那他们比较特殊一点。那我们这里面讲的这个魔呢，指的就是我们讲的魔神仔，台语不是讲魔神仔，有没有魔神仔？对，你看那个魔字里面不是有那个2个树、2个木嘛？对，那这个魔神仔讲的就是山里面的魑魅魍魉，那我们就称它叫做魔神仔。好，那台语叫魔神仔。刚刚有讲嘛，妖魔鬼就是人死后变成的嘛。然后还有一个怪，我们泛指海里面的生物死后变成的。那比如说我们大部分都讲有海怪嘛，那所以威尼斯海怪可能也是那个能量体的存在，所以神出鬼没，有人看到它，有人没看。那以这几种来分的话呢，那我们现在刚刚提到的，为什么不是叫红衣老女孩？对啊，红衣奶奶，就是为什么红衣小女孩？给她一个昵称啊。对，为什么她长得像一个老人？因为这一片 V8 影片呢，它讲的是他们一家族在爬山的时候，在影片的最后有一位穿着红色运动服的个子矮矮但是脸老老的一位，所以他们称叫红衣小女孩，因为个子小的关系。他讲的就是魔神仔，就是说这一个存在它其实是一个魔神仔。那为什么魔神仔会老老的呢？是因为魔神仔是什么呢？它就是吸食山林里面的灵气，
所孕育出来的，就是我们刚刚讲魑魅魍魉这一种存在。他们因为吸食的是山林，那个山里面的树林嘛，那树是不是皮皱皱的？树木的皮皱皱的嘛，所以他们的脸就长得皱皱的、黑黑的，然后他们个子标准上都比我们小。那有的时候我们会称它为树公啊、树姥姥或者是山姥姥，或树婆有这种称吗？对，有的是称树公、树婆这一类的，好，它有很多的名称。那不管名称是什么，你会发现都是老老的，就是皮肤好像就比较皱的比较多，对，就是看起来比较老年纪的。是，所以在那个影片里面看到的那一个，他们年纪真的比较老吗？他们当然很老啊，因为我们人只能活可能大概80岁、100岁就很长寿了嘛。但是山中的魑魅魍魉，或者是所有的高龄们，其实都活得比我们久很多，非常久。我好奇是，那他们是不是吸食这个山中的灵气？对。那他们是树死后的灵魂体吗？还是？不一定哦。不一定。对，不一定，因为它就是一个能量体的存在。那它可能日积月久，它当初诞生也有可能是跟树有相关的，例如精怪们嘛。那也可能它是曾经生存在那个山林里面的一些存在。例如呢，我们现在在台湾为什么这么多的模型啊？其实是因为我们早期在这一块那个陆地上，我们这个岛上面，其实以前高山上有很多的不同，就是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样貌的人类不一样的存在能量体。所以我们以前不是看我们台湾的历史，其实早期有那种什么小黑人的存在吗？那所以他们的存在有可能也会因为长期吸食山林，它是一个能量体嘛，对吗？那它可能吸食了山林的树木的能量，它会孕育成变成那就很像我们一直吃鸡腿，然后吃炸鸡腿，那就是会变胖，或者是皮肤会比较粗糙啊，这种概念。就是因为吃，我是说素啊，对，吃素的关系。对，你要就像我们自己人，然后也是吃不同的食物啊，或者是摄取不同的营养分，也会有产生一些不同的面貌。对，就像吃，只是我们的会长比较高。对，只是说我们的那个年纪没那么长。这样。对，是这样的。他们因为存在很久了嘛。所以，那你知道那个有哪一部片其实有拍出类似这个摩西娜或者是我们说山姥姥的长相或者概念吗？没有，我只是听过。有一部片叫做那个《倩女幽魂》，有就我听过。《倩女幽魂》里面是不是有一个黑山姥姥？那黑山姥姥呢，她是不是找来的演员在扮相上都会比较皱纹多，然后黑黑的？甚至其实《倩女幽魂》有分新版跟旧版嘛。那在新版的那个图片里面呢，新版的那个姥姥擦口红，擦的浓妆艳抹。那其实真正在山区里面的摩西娜，他们真的有的在出现的时候，他们真的是浓妆艳抹。那我好奇是他们会浓妆艳抹，那他为什么也会想要穿红色的运动？因为呢，这一些那个所谓的摩西，他们已经凝聚到可以稍微幻化自己的外形。所以你说那个为什么会是红衣服哦？对啊，有可能他曾经看过登山客里面有人穿这一套红色的运动服，所以他也觉得蛮好看，他就幻化出这个型了。所以可能是登山客，然后都穿不同，然后他发现这个可能有人穿蛮亮眼的，他就会挑选这样的形式幻化出来。对，那浓妆艳抹也是哦。对，有可能有看过，有这样觉得蛮向往的，觉得蛮好看的。其实我讲到模型啊、魔神仔，其实我后来也有看到台湾有很多模型啊的传说。像在北部的汐止地区，还有一个地方的路名是叫模型啊街吧，模型啊路。模型啊山，模型啊山有一座山叫模型啊山，然后还有街道也是这个名字的样子。是有一个那个在平溪山区有一个山洞，它还被称作模型啊洞。对，我自己还有查到，就是说有一个社会的案例，就是说在花莲有一个78岁的张阿嬷，然后她某天呢就去山上帮自家公寮那边养的狗喂食，结果她就失踪了3天。那后来她家人都找不到啊，然后就报警啊，然后什么警察报案就通知消防队啊、义警啊、村民啊，30多个人都
等搜救队一直去找，找到隔天都还是没有找到，直到早上6点，在当地的祈祷建议下，他们带着鞭炮上山，然后就放完鞭炮不久之后，在那一个附近的女鬼瀑布下那边找到了张姓的阿嬷。平台上，对，然后就那阿嬷说她就是她3天前去山上的时候，她有然后好奇就往那个声音去，结果她就失去记忆，直到被找到的时候。然后他们当地人是有说，就是以前他们也是有长者在山上走失，那搜救人找到的时候，发现长者在吃蚯蚓，然后这个搜救人就好奇，你为什么在吃蚯蚓？这个有点怪。对，结果那个长者就说没有啊，他说他吃的是鸡腿，因为而且是一个女生给他的。对。然后这个花莲这边的永丰派出所这个中所长还有说，每隔一段时间，其实他们的山区就会有女性的长者离奇失踪，像刚刚那个找到说你嘴里塞了什么蟋蟀腿，对不对？对，还有那个什么草啊什么的，然后跟他们说出来都是人类的食物。对，他们都说有人请他吃东西。对，然后像刚刚那个例子是，等于这个张姓的阿嬷呢，她每天都会到山上喂狗哦，而且她照理来说是对山就非常熟悉。对啊，可能从小都在那边长大。对啊，那所以对她来说就是我们这样走，从这个 A 点到 B 点就是走个路而已嘛。对，而且她行动应该是比较缓慢啊，因为年纪比较大，可是她可以走3公里，所以这个新闻有点远。这个新闻这当中也是山上是会有那个高低起伏啊，所以其实这看起来听起来真的有一点怪。对，而且阿嬷理论上不会乱跑啊。对啊，她就是去，然后喂完狗，然后就回家。对，差不多例行公事嘛。对，那老师，你会发现好像很多新闻讲的都是阿嬷，比较多是阿嬷，有的是小孩子，对吗？你是说失踪的吗？对，失踪的我比较少听到，我大部分都听到阿嬷。阿嬷比较多哦，可能阿嬷比较有同情心哦，听到有人叫他们就过去。可能是，然后还有就是为什么刚刚那个新闻提到说他们要放鞭炮？哦，放鞭炮是这样的，放鞭炮它有2种功能。对，第一个呢就是借由鞭炮的声音，因为鞭炮在放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吓一跳嘛，对吗？那个模型听到也会吓一跳，所以他们就会跑掉。那所以只要制造这种大声又突然的声响，理论上模型对于驱赶模型都有一些效果。所以其实敲锣打鼓的这种大声也是可以，只是锣鼓不好带上山嘛，所以大部分就是带鞭炮。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在这些案例里面的失踪者，他们呢在这几天为什么会失去意识？就是因为他们有点像那个魂魄被摄走了，被勾走。对，类似这种概念嘛。那所以他就会进入这些模型幻化出来的幻境。那我们必须要把他的3魂7魄拉回来，所以在放鞭炮或者是敲锣打鼓的同时，我们也要在大声的呼唤这一些迷路的阿嬷们他们的声音。比如说是那个有的大部分都是他的家属要帮忙叫嘛，就好像在招魂这种概念，所以让他的3魂7魄还有心思意念回到他自己的身上，所以放鞭炮有这个功能。那我有听过是有些人会进入某个圆环，然后就一直好像绕不出去，绕很久，然后才绕出去，那是不是也是像这种被迷幻的状态？对，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说的鬼遮眼，只是它这里是模型遮眼的。对，所以都有这种状态。那如果假设我今天有这种状态啊，因为其实就是他们的存在就是一个能量。对，你的肉眼看不到，可是它的那个能量是可以把你给蒙蔽，然后眼睛在收取这些外界资讯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正确的读取。对，平常的频道应该这样讲，就是它可以进入你的意识去改变你当下的感受。那这样听起来的话，如果我们之后再去山上的话，那怎么办？就是不要让这件事情发生。好，我们要避免这件事发生的话，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这时候要来学习原住民的精神。原住民的朋友们有一个最棒的精神，就是他们尊重大自然，所以他们会习惯在上山的时候呢，比如说他们要上山狩猎啊，什么怕打扰这一些那个能量的存在嘛，那他们会带着小米酒上去祭拜山林，然后他们有时候会说是祭拜祖灵。
那我们也可以学他们。那我们可以带什么呢？我可以带一罐茶，比如说罐装的茶，那你就带，然后去山上去祭拜他们。那原住民他们会把酒洒在地上，那我们也一样，祭拜完之后，然后把我们的茶洒在地上，代表一个礼貌跟尊重。我自己是有听过，好像他们因为槟榔也是一个原生种嘛，以前会只会带他们的酒啊、茶或者是槟榔他们的食物，然后贡献给他们，然后就是一种祭祀的感觉。就是打声招呼啦，有礼貌。神庙里面，然后跟神就是带一点食物坐在一起用茶去吃。对，这个就是一个礼貌嘛。礼貌。对。好，那如果是山这么大，然后你刚才说要带这些东西去，那我们要找在哪个地方，就要跟他们先打个招呼，才不会说我们要进到你很里面，然后才打招呼，来不及。对，好，那这就教你们一个小秘诀哦，就是我们要开始爬山路的时候呢，沿路上一定有很多山嘛，很多树嘛，对不对？那我们就在从底下开始爬上去的时候，看到第一棵跟周边的树长得不太一样，它特别高，然后特别大的一棵树，那大部分在那个位置就有我们所说的摩西娜，那我们就在那里跟他打招呼就好了。那当我们打招呼的时候，当然不能称人家是摩西娜，那记得我都称他为山姥姥，这是一个尊敬。好像可以叫红小女孩吗？当然不行啊，可以比较年轻啊。那你要等他回去换衣服再过来找你吗？不用啊，就是我说就是我们大家都说哇，你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昵称啦。那如果他说他就不爱穿红衣服呢？哦，那就我们就说那就是小女孩。说不是要说年轻一点，你要把他当成长辈，因为他们存在比我们老。为什么我们要跟他打招呼？观众们，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哦，就是他们活得比我们久，所以呢，他们在山上住了很久很久很久，所以那根本就是他的地盘。不管你地理位置上面画说你是这块山是属于谁的。但是呢，他们才不管你的地图上面写什么，对他们来说，他们才是早期就拥有真正的主人。所以，我们去别人家，是不是都要带伴手礼，然后要有礼貌、客气跟人家打招呼，不然就会被赶出来啊。其实摩西娜他们也是蛮胆小的，所以放鞭炮他们会跑掉。他真的不是我们以为或想象中的。我也常常在山上遇到一些很客气，还会顺便帮我们导览的那个山姥姥们，有的时候他们的存在其实也是可能为了守护这一片山林，那他不希望有太多的人类去打扰他们。说到这，重点是鸡腿就不用吃了。为什么？刚刚又讲说吃蚯蚓就是在吃鸡腿，那鸡腿还怎么吃呢？我刚才还是不要吃鸡腿，每次讲这些就是不用吃，就是叫我减肥的意思。